前几天还在讨论纳斯达克会不会跌破20000点，恐慌盘砸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今天突然一根大阳线拉回来，科技股集体暴力反弹，很多人早上起来打开账户都以为自己看错了，完全搞不懂市场到底在发什么疯。今天这期内容我不会只给你讲表面的涨跌原因，我会带你站在机构的视角，看懂这次反弹背后真正的资金逻辑，避开绝大多数散户都会犯的认知错误，搞清楚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信号和必须警惕的风险。大家好，我是志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其实就在1周前，市场的情绪还跌到了谷底，当时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唱空，说中东局势升级会引发全球能源危机，通胀会重新抬头，美联储今年的降息彻底泡汤。很多散户跟着恐慌割肉，生怕接下来会迎来更大的下跌，但仅仅过了几天，市场就完全反转了，而且反弹的力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这种极端的情绪切换，其实才是资本市场最真实的样子。绝大多数人都是跟着新闻走，新闻说坏就卖，新闻说好就买，永远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我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这次反弹的过程中，成交量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大。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大资金其实早就已经在场内等着了，他们根本没有跑。散户在恐慌割肉的时候，机构在默默吸筹，等到散户反应过来想要追高的时候，股价已经涨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市场里永远赚不到钱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喜欢把市场的涨跌归结于某一个单一事件，比如这次上涨，很多人就说是因为中东局势缓和了，还有人说是因为 SpaceX 要上市的消息刺激的。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如果只是因为中东局势缓和，那为什么之前几次冲突降温的时候，市场没有出现这么大的反弹？如果只是因为 SpaceX 要上市，那为什么相关的概念股早就已经涨过一波了？真正麻烦的地方不在这里。你会发现市场的反应永远比新闻快一步。当你看到新闻的时候，其实资金早就已经完成了定价。现代经济的血液就是能源，能源价格的波动会直接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物价水平。中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立刻反映在油价上，而油价的涨跌又会直接影响到通胀数据，进而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这就是之前市场恐慌的核心逻辑。中东打仗，油价上涨，通胀反弹，美联储就不敢降息，甚至有可能重新加息。而科技股的估值对利率是极度敏感的，利率越高，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到现在的价值就越低。所以一旦美联储降息，预期落空，科技股就会迎来估值杀。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天科技股跌得最惨的原因。现在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油价开始回落，通胀的压力也随之减轻，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又重新回来了，科技股的估值自然就得到了修复。但很多人没看懂的是，市场从来不是经济的后视镜，而是经济的望远镜。它交易的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预期。当你还在纠结这个月的 CPI 数据是多少的时候，机构已经在定价3个月之后的利率水平了。当你还在担心中东会不会再次爆发冲突的时候，机构已经在看明年的经济增长了。这就是散户和机构最大的区别。散户永远在看后视镜，盯着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决策，而机构永远在看望远镜，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说说 SpaceX。这段时间关于 SpaceX 即将上市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么大一个巨兽上市肯定会抽干市场的流动性，导致股市下跌。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在提前准备做空了，觉得 SpaceX 上市之日就是大盘见顶之时。但我要告诉你，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错得非常离谱。我更倾向于把 SpaceX 理解成太空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而不是一家单纯的火箭公司。它的地位就相当于当年的苹果、亚马逊和英伟达。当年苹果推出 iPhone 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它会开创一个智能手机的时代，带动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链的爆发。亚马逊推出 AWS 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全球云计算的霸主。英伟达也是一样，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它只是一家做游戏显卡的公司，直到 AI 浪潮到来，大家才发现原来英伟达才是整个 AI 时代的卖水人。
SpaceX 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搭建通往太空的高速公路。一旦这条高速公路建成，所有和太空相关的产业，比如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太空采矿，都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这不是一个公司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的故事。SpaceX 上市带来的不是流动性的枯竭，而是整个太空经济板块的估值重估。很多人担心 IPO 会冻结大量的资金，但实际上这些被冻结的资金最终都会重新回流到市场里，而且会有更多原本没有关注这个赛道的资金，因为 SpaceX 的上市开始涌入整个马斯克生态。你会发现最近特斯拉的股价也跟着涨了，机器人概念股也涨了，甚至连一些和 AI 相关的公司也受益了。这就是生态的力量，一荣俱荣。我会提醒大家，别只盯着 SpaceX 本身的上市时间，真正重要的是它上市之后会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示范效应，会带动哪些相关产业链的发展。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东局势和 SpaceX 上市这两件事上，但我真正担心的根本不是这两件事。这件事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另一个细节。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地缘政治和 IPO， 但很少有人关注 AI 企业的资本开支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增长。过去1年，整个 AI 行业都在疯狂烧钱，各大科技公司都在砸钱买芯片、建数据中心、训练大模型。英伟达的股价之所以能涨这么多，本质上就是因为这些公司的资本开支爆发。但问题来了，这么多的钱投进去，什么时候才能赚回来？AI的商业化变现到底能不能跟得上资本开支的增长速度？这才是接下来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过去2年，市场炒的是 AI 的故事，只要你能讲出一个好故事，股价就能涨。但从今年开始，市场已经进入了验故事的阶段。如果你的故事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利润，那么之前炒的有多高，接下来跌的就会有多狠。这也是很多散户最容易踩错的坑。很多人还停留在去年的思维里，觉得只要是 AI 概念股就能买，但现在不一样了，资金已经开始变得非常挑剔，只有那些真正能拿出业绩证明自己有盈利能力的公司才能继续得到资金的青睐。那些只会讲故事，没有实际业务，也没有盈利预期的公司，最终都会被市场抛弃。而且这个过程会非常残酷，很多公司的股价可能会跌去70%-80%，甚至直接退市。我建议你接下来重点看各大科技公司的财报里关于 AI 业务的营收和利润数据，这才是决定 AI 板块接下来走势的核心变量。讲完了宏观和产业逻辑，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的情况。我会结合最近的 K 线走势，给大家分析一下几个主要指数和重点个股的情况。首先看纳斯达克指数，这次反弹非常强势，直接收复了之前约60%的失地，目前已经重新站在了25800点上方。接下来的关键阻力位在26500点，终极阻力位在27130点历史高点附近。如果能有效突破历史高点，那么新一轮的上涨空间就会彻底打开。如果不能突破26500点，那么大概率会在25000点到26500点之间进行区间震荡。我会重点观察25000点这个整数关口支撑位，这是本轮调整的最低点。如果有效跌破，那么市场可能会再次进入深度调整阶段。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的走势整体与纳斯达克一致，但韧性更强。道琼斯指数目前报50848.75点，创下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报7394.3点，距离历史高点仅1步之遥。这两个指数的走势相对稳健，波动幅度小于纳斯达克。接下来看一下几只重点的大盘股。甲骨文最近的走势非常强，财报超出预期，云计算业务增长迅速，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这家公司的 AI 转型非常成功，值得我们继续跟踪。英特尔的走势则相对疲软，虽然公司也在大力发展 AI 芯片业务，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成效。和英伟达相比，英特尔的差距还非常大，短期内很难有大的起色。然后是几只高弹性的小盘股， Redwire 是一家太空基础设施公司，直接受益于 SpaceX 的发展。 Navitas 是一家半导体公司，主要做功率半导体，在 AI 和新能源领域都有应用。这些小盘股的弹性非常大，涨起来很快，跌起来也很快，它们的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想要参与，一定要做好风险控制，不要投入太多的仓位，
我个人更倾向于先观察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变化，而不是单纯跟着消息炒作。只有当他们的业绩真正兑现的时候，才是比较安全的介入时机。总结一下这次市场的反弹，我认为这不是一次单纯的情绪修复，而是市场对未来预期的一次重新定价。中东局势缓和带来了降息预期的回归， SpaceX 上市打开了新的成长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就会一路上涨，没有任何风险。接下来市场的波动依然会很大，而且会更加分化，好的公司会继续上涨，差的公司会继续下跌。 AI 浪潮并没有结束，它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之前的炒概念变成了现在的拼业绩。只有那些真正有技术、有产品、有盈利能力的公司才能在这个阶段胜出。除了 AI 之外，机器人、自动驾驶、航天及基础设施这些赛道也都值得我们长期关注，这些都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最有潜力的成长方向。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最热的时候多一点冷静判断，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更认同这是产业逻辑的变化，还是短期资金情绪的放大？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市场里没有谁能替你做决定。今天这期内容只是基于公开信息和个人研究做出的分析，更多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察角度，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真正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仓位管理以及独立判断。金融市场波动很大，任何看起来确定的机会背后都可能藏着没有被看见的风险。